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木板年画，我是广州航海学院的郭亚东。这期节目我们进入年节与年画的春节。说到春节，我们最熟悉不过了。作为中国传统年节中的第一个年节，也是进入农历新年的第一天，全世界的华人都会举行隆重的节日庆典，家家户户张灯结彩，贴春联，放鞭炮，吃年饭，走亲访友。春节在华人文化圈中的影响力无与伦比。春节，农历正月初一，俗称过年、元旦、端日、岁朝、正日、正旦、新正等。这里大家要注意，元旦在中国传统的称谓就是指大年初一。现在我们说元旦，一般是指公历的1月1日。这个习惯其实是在民国时期推行公元纪年后才被改过来的。元旦的元是初始的意思，旦呢本来指太阳刚刚出来，这里可以解释为日子。元旦合称即是初始的日子这个意思，也就是一年的第一天。梁代萧子云诗云：四气新元旦，万寿初今朝。元旦还称作三元。唐徐坚《初学记》引隋杜台清《王竹宝典》中说：正月为端月，其一日为元旦，以云三元。三元的解释为岁之元、时之元、月之元。这里面的时指的是季节，也就是说一年之始，也是一个季节之始，也是一个月的开始。当然，三元一词意义颇多，如岁时称谓中，除指元旦外，还指真、七、十月、15的上中下三元，以指科举考试中的3个级别试举的头名我们说连中三元就指的是这个三元的意思。春节据说起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历经数千年。作为时间上的一个轮回分界，春节本身就有着特殊的时间意义。上集我们说到年，年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一年有365天，分4个季节、12个月、24个节气。那么这些时间的概念是如何被确定下来的呢？相传在古代有一个叫万年的人，他是一个樵夫。有一天呢，他上山砍柴，坐在一棵树下休息。他发现树的影子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变化。万年灵机一动，能不能利用影子的变化来计算时间呢？回到家后，万年就设计了一个日晷仪。所谓这个日晷仪，就是由一个晷针和一个晷盘组成。晷盘上面有时间的刻度，实际上我们想象一下，很像今天的手表。晷针垂直于晷盘，通过晷针日影在晷盘上的方向，就能够确定时间了。这就是所谓立竿见影的工作原理。白天的时间确定了，那么晚上的时间又是怎么确定的呢？相传有一天，万年在泉边喝水，看见崖上的水很有节奏地往下滴，规律的滴水声又启发了他的灵感。回家后，万年就动手做了一个葫漏。大家看这个葫漏装置的工作原理。
那首先是做一个装满水的盛水器，下面有水阀控制，有点像我们今天的这个水塔啊，可以放水。里面用一个竹材或者木材制成的托，叫做建舟，然后再在漏壶上加一个盖子，盖子中间有一个小孔，一支标注有刻度的箭杆从小孔插入，立在建舟上。这样随着湖内水面的下降，建舟也会跟着下降，箭杆上的刻度就会慢慢的沉入湖中。那利用这种漏水的原理，就可以计时了。这么一来，不管天气阴晴还是白天黑夜，都可以正确的掌握时间了。一天的时间确定下来后，那接下来就是如何确定一年的时间。通过对天空中星象的观察，万年发现北斗星在不同的季节会随着北极星发生有规律的旋转变化，且这种循环旋转与季节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长时间的观察发现，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当时的国君叫祖乙，也常常为天气风云的不测感到苦恼。万年知道后，就带着日晷和漏壶去见皇上，对祖乙讲清了日月运行的道理。国君把万年留下，希望能测准日月规律，推算出准确的晨曦时间，创建历法，为天下的黎民百姓造福。后来在万年长期的观测下，逐步将这套计算时间的历法确定了下来。据说这就是万年历的来历，也就是年的来历。当然了，这里指的年是广义上的，不仅仅只包含现在说的春节。春节是全球华夏子民最为盛大的传统节日，无论走到哪里，身处何方，我们总是能在春节这一天看到每一个华人脸上充满了喜悦的表情，以及那些再熟悉不过的过年习俗。比如我手上拿的这个红包，这个就是一个以年画题材为主的这么一个红包的形式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通过红包来了解一下过年中的一些常见的习俗。我们先来说磕头拜年。在大年初一这一天，孩子们要起个大早，来到长辈面前磕头行拜年礼，祝长辈健康长寿。磕完头，长辈还会给晚辈压岁钱，希望保佑孩子健康，来年顺顺利利。根据传统的风俗习惯，晚辈给长辈大年初一拜年是一定需要磕头的。这里的晚辈也不只指小孩，大人也要给自己的长辈磕头。这么一种传统的习俗，如今在很多农村地区依然还能见到。除了给家里的长辈拜年，人们还会走街串巷，给邻居亲朋好友拜年，这也是一种交流感情，相互表达辞旧迎新，传递美好祝愿的一种传统社交方式。通常是家长带着孩子出去拜年，以吉祥语向对方祝福新年。燃炮竹，有句话叫炮竹声中一岁除，炮竹大家都很清楚。那开门炮仗大家听说过没有呢？在我国民间素有开门炮仗一说。春节的早上，开门大吉，先放炮竹，叫做开门炮仗。炮竹声后，碎红满地，
灿若云锦，称为满堂红。啊，现在有一种鞭炮啊，就叫满堂红啊，就是这么个意思。这时候满街喜气洋洋，人人见面互道一声新年好，这新的一年也就开始了。另一种习俗在很多地方与熬年守岁文化相结合，索性呢，在大年初一的凌晨啊，就开始0:00准时啊大放烟花炮竹，庆祝新年的到来，属于开年炮仗。贴画鸡，汉族民间将新年的前8天分别以6种动物啊，也就是鸡、犬、猪、羊、牛、马和人骨啊，有时候也把这个骨呢称作蚕啊相称。那正月初一是鸡日，鸡啊通这个吉啊，也就是吉日的象征。用鸡来辟邪，方法呢是杀鸡筑门，或贴画鸡于门上，称为贴画鸡，寄托了民间百姓对于消灾免祸和趋吉避凶的美好愿望。晋朝玄宗记写道，杜朔山上这只天鸡，当太阳刚刚升起，第一道阳光照到大树上时，天鸡就鸣叫了。它一啼，天下的鸡就跟着都叫起来了。所以春节的画鸡其实就是象征着天鸡。鸡作为一种民间崇拜之物，自古有之。《韩诗外传》曾说，鸡头上有冠，是文德；足后有巨能斗，是武德；敌在前敢拼，是勇德；有食物招呼同类，是仁德；守夜不失时，是信德。鸡有此五德，所以人们将新年首日定为鸡日，看来也不无道理。在中国的年节里啊，总是少不了美食的影子。在新年的第一天，北方地区呢会流行包饺子。吃饺子是表达人们辞旧迎新之际，祈求愿望的一种特有方式。饺子形状像元宝，包饺子意味着包住福运。龙与狮作为华夏图腾的经典象征，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出现的时间极早，而且舞龙舞狮包含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之意，原有祈年驱邪的意思。古人民智不开，大概由于龙和狮在神话和自然界中是某一方的主宰，威力无穷，就很自然的做了被古人奉为吉物，出现在庆典祭祀中，自然也不足为怪了。随着民间节俗活动的兴起，舞龙舞狮作为一种娱乐活动出现，属汉唐之后的事了。说了这么多春节的年俗，那么这些年俗跟我们的年画有什么关系呢？有些年画艺人在创作年画的时候，也会参照生活中的一些年俗文化来进行创作。也可以说，这一类的年画就是当时的人们过年的真实写照。这幅新年多吉庆，阖家乐安然的年画，出自天津杨柳青，描绘的是清朝时期的一个大户人家热热闹闹过大年的情景。场面叙事宏大，人物众多，分几个区域展开。首先，在画面的中间有一扇大门，有2个人提着酒往门里走，同时呢，往里头走的还有一只大肥猪。民间有肥猪拱门的说法，猪叼着元宝，意欲财源广进。画面中间的位置，2个成年人在相互作揖拜年，
这是过年时见面的基本礼仪。旁边的妇女围在一起包饺子，小孩子端举着包好的饺子递给旁边的大人。画面的右边有个炕，上边坐着老中青少共5代人，象征五世同堂。五世同堂在传统家族观念里是非常重要的，是大福气的象征。左边的炕上，几位太太们正在玩骨牌游戏，这也是传统年节中的主要娱乐活动。在这幅年画里还有鸡，是吉祥如意的意思；有鱼，指的是家庭富裕。另外，过去有讲究，一个家庭只有人不行，必须要有动物。那没有动物的家庭是不完美的家庭。所以创作者在这幅年画里面画上了撒欢的小狗和叼着鱼的馋猫，欢喜俏皮的神情尽收眼底。年画中屋里屋外粮食金银满仓，在右边这个灶台里头正在发着馒头，那发馒头又有发的意思，寓意着发财。年画艺人们把活生生的生活搬到了年画里边，正所谓艺术来源于生活。这是一幅家喻户晓的中国传统年画，来自天津杨柳青，名字叫《年年有余》，大多数人都比较熟悉了啊。杨柳青年画呢，素以精巧著称。所谓精，即绘稿细致，刻板工整；所谓巧，即立意构思巧妙，手绘工艺高超，笔意结合的恰到好处。年年有余这幅画，鲤鱼象征鱼族，莲花象征绵莲，憨态可掬的娃娃一边是鸡，一边是辫儿。大家可以把他的脸用手遮起来一半，你会发现带花的是女孩，梳辫儿的是男孩，一个女一个男合起来呢就是一个好字，寓意百姓的生活越过越好。一男孩一女孩，寓意儿女双全，这构思怎一个巧字了得。在年画界能和杨柳青一决高下的，那就非桃花坞莫属了。民间有一个说法叫南桃北柳，说的就是这2个年画产地，足见其在业界的地位。苏州桃花坞年画作为南派年画的代表性原产地，自然也有其独到之处。历史上，桃花坞年画在清乾隆、嘉庆时期达到繁盛，其影响力远及英国、西德，尤其对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产生过重要影响。该幅寿字年画以汉字为轮廓，字内有画，画外有字，在字中间描画了意是吉祥的仙人，福禄寿3星站在高台，好似在恭迎西王母骑着凤凰而下。中间部分是八仙，下面是麻姑划船而来。这种寿字年画一般呢贴在堂屋中堂或家中有老者的房间，新春佳节彰显富贵。这幅福禄寿喜产自四川绵竹，一般挂于中堂。画面中福禄寿3星，那3星分别象征着幸福、官禄和长寿。下面有几个天真可爱的儿童及喜星相伴。过年过年，旧年已过，新年伊始。春节，一年的第一天，在去年可能有许多的不好的天气，不好的收成，都已经成为过去。大人们总说，第一天所做的事会在一年里延续，所以新年里一定要开开心心的。
年画中一大内容是展示人们的生活，这种生活既是男耕女织美妇胖娃，也可能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年年有余。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天津杨柳青的年画，那天津杨柳青的年画呢，以娃娃画著称。那我们再来看几张和娃娃画相关的杨柳青的一些年画的作品。那这一幅叫花开四季，或者说四时花开。那画面中描绘的一个娃娃这个是主要的形象，他手里拿的和他身边的有4种花卉，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是牡丹，春天的；荷花夏天；然后秋天的菊花在牡丹后面还有冬天的腊梅这个就是4时4个季节的意思。那这张年画呢叫连生贵子。我们看怎么叫连生贵子。娃娃的左边有莲子右边有荷花，然后娃娃手里拿的一个乐器，这个乐器叫笙。所谓莲花和笙放在一起叫连笙。那有莲子，莲子象征多子的意思，那合在一起就是连生贵子的意思。再来看这幅，这幅叫五子夺莲这个也是跟莲有关。那这个五子夺莲呢，实际来自于五子夺魁。所谓的魁，实际就是科举考试中举子们的头名叫夺魁。那这个夺魁和夺莲有这么一种关系，也就预示着这些娃娃们长大以后多多考取功名就是成才。这幅画叫掰瓜漏子。所谓掰瓜漏子就手里面抱的这颗西瓜就把它掰开以后，里边的籽露出来我们看图形当中这几种水果，西瓜多籽，石榴多籽。那这2种水果实际都有求子的意思。画面中还有寿桃寿桃象征长寿。那这个就是掰瓜漏子的意思。这幅画叫玩蝈蝈蝈蝈呢就是一种小动物小朋友抓着它玩，而且把它顶在了头顶上。它的身后有一颗大白菜，一只大萝卜这个主要象征丰收。那白菜也有百财的意思。这个画还有一个名称叫哥哥，因为这个蝈蝈在民间也把它叫做哥哥玩蝈蝈叫哥哥。所谓的叫哥哥实际也有求子求男丁的意思。这幅叫福寿三多怎么样的福寿三多？我们看画面当中娃娃手里拿的一只蝙蝠我们知道这个蝙蝠就象征福那象征寿的又是哪个呢？蝙蝠的右侧有一只仙鹤，这个仙鹤就是长寿之意。娃娃的脚部后面有一个大石榴，那这个石榴又有多子之意所谓的福寿多子这就是所谓的三多，福多寿多子多。娃娃后面还有一个佛手佛手瓜，那也是福寿之意。春节是中国最为盛大的一个传统节日，也是中国年节文化的缩影。春节被赋予了太多的人文情感，是全球华人至为尊贵的节日。春节礼俗活动中包含着极为浓厚的中国传统人文思想和道德纲常。今天的我们正是借助于像春节这样的传统节日，源源不断接受着来自千百年间华夏先祖们的文明福音和庇佑，文化才得以延续和传递。这种力量自华夏文明创始以来从未被中断。民俗不虚，有口传及习为，年画不假，皆满载情感和精神。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